这具身体的主人也叫李牧，不过这人渣不仅嗜酒好赌，还动不动就打他妹妹。我原本是个刀尖舔血的国际雇佣兵，昨晚在酒吧里宿醉，再睁眼就发现自己穿越到了这个叫大齐的地方。家里能卖的东西都被他卖光了，如今就剩下这间破屋和一个妹妹。偏偏这月还赶上要交皇粮，每人300斤，若是不能按时缴纳，按大齐律例将被充军。哥，吃饭了。你吃过了吗？我不饿，哥，你吃。别打我，别打我，求求你别打我了，我再也不敢藏钱了。快起来，我不打你。走，跟我进屋。快吃吧。莫不是他又欠了什么银子要我去卖身子？吃呀，愣着干什么？不管了，先吃了再说。小薇，哥哥等下出去一趟。你出去干什么？你又要去赌？谁说我要去赌了？那你要去哪儿？我去大荣山打猎。入秋了，山上的野羊狍子最肥，现在的肉价涨了10倍。若是能猎到大货，不仅能换粮过冬，连下个月300斤的贡粮也能一并解决了。在家等我好消息吧。他真的是我哥哥吗？脚印新鲜，看来这是附近动物喝水的地方。买1送1，这2头羊顶着上下半年的口粮了。总算搞定了。这原主的身体底子太弱，反应根本跟不上意识，看来得抓紧补。恭喜获得黑铁宝箱，是否开启？这是我的金手指。开启。宝箱已经开启，获得精致细盐5斤。盐，居然是盐！疯了！这大齐朝的百姓连苦涩的粗盐都吃不起，这种没一丝苦味的顶级细盐，私盐贩子掉脑袋都要抢。1头大野羊，1只羊羔，再加5斤神仙难求的细盐。原主那个烂人给我留了一屁股债，现在该轮到我翻盘了。荒年有肉，就是阎王爷来了也得等我吃饱再说。前世在战场上风餐露宿，穿到这大旗，倒让我找回点活着的感觉了。穿越过来这么久，还是第一次能吃上肉。有人在喊救命！救命！谁来救救我！陈云，你是李牧大哥，李牧大哥，求你救救我！我要掉下去了！别松手，抓紧树藤，我马上到。牧哥小心，这边的山体全塌了，岩石在动。
行了，我没力气了，手麻了。再坚持10秒，就10秒，抓住我，快！木哥，谢谢你，我以为我死定了。谢谢你，真的谢谢你。如果不是你，我今天肯定摔死在下面了。举手之劳，凑巧碰上了，算你命不该绝。不过这大龙山连老猎户都不敢轻易进了，你一个姑娘家，不要命了？要命！大齐的王法何曾给过我们活路？我爹去年冬天活活冻饿而死，连副薄棺材都买不起。如今家里就剩我和我那瘫痪瞎眼的娘。今年催缴公粮的期限马上就到了，差役说交不出粮就把我拉去抵债。家里连1粒米都没了，我娘正躺在床上等死呢，我是真的走投无路了。听闻深山里能碰运气，我就想着哪怕进来挖点野菜也好，谁能想到偏偏遇上这催命的滑坡。每人300斤贡粮，这哪是纳税，分明是官府在喝人血。在这吃人的乱世，越是安分守己的顺民，死的就越快。木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快把衣服穿好！李大哥，是不是我长得不够好看，你瞧不上我？大龙村谁不知道你陈元是个俊俏姑娘？可现在的世道命比天大，我李牧算不上什么正人君子，但也绝不至于趁火打劫，拿活命的粮食去作践别人的清白。木哥，我没有办法了，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。朝廷要收每人300斤黄粮，我家1粒多余的粮食都没有。300斤贡粮，那是吃人的阎王债呀！我家早断粮了，若是交不够，就要把我拉去抵债。我娘瞎了眼，瘫在床上，我要是没了，她只能活活饿死。木哥，你有这头野羊，你救救我们！只要你救救我们，我给你做牛做马，把自己这身子给你都行。求你救救我娘！你先起来，不是我不想帮你，我们都一个村的，你也知道我家里还有个妹妹，我家里也早就断粮了。这头野羊是我和我妹妹活下去的指望，要交的黄粮我也得靠它换钱交税，我真的没办法帮你。这半只烤羊你拿回去，虽然顶不上贡粮的数，但足够让你娘撑过这几天补补身子。人只要还活着，总能熬出一条路。谢谢，谢谢你木哥，你的大恩大德，我陈云这辈子都不会忘。行了，回家吧，以后别一个人上山了。唉，操蛋的朝廷，真是逼死人不偿命啊！今天进城，先把这只野羊和5斤细盐换成银子，把贡粮缴齐，顺便给采薇那丫头扯几只好布，做身新衣裳。在这乱世，我不光要活下去，还要活得有尊严。孙爷，李牧那烂赌鬼都当了半个月缩头乌龟了，双溪村的人都传他死在山里喂狼了。咱这趟过去，万一那废物真死在外面，咱的银子找谁要去啊？嘿，死在外面才好呢！噗，老子早就打听过了，他家里那个相依为命的小妹子虽然瘦了点，但那脸蛋生的是水灵的很呐。今天要是见不到那废物，直接把他那个嫩妹子给大爷绑走抵债，凶债媚偿，天经地义，带回去伺候舒服了老子，这笔烂账就算了。要是敢不从，哼，县城里的暗门子有的是地方治他。瞎子爷高明，那小妞落到爷手里，那是他的福气。小哥，好俊的跑山货，这标水绝了，打算怎么出？出一半，只要后半截。成，大伙儿都是爽快人，半只给你开个顶格价，3两银子外加200文。小哥，买块桂花蜜糕吧。采薇还没吃过糖糕，给她买点吧。包2斤，多放点糖霜。一套大方桌、条凳，外加那口大樟木箱，俺全要了。明天一早用大车一并给俺送到大龙村双溪村。好嘞，客官，明儿一早准时给您送货上门。师傅，明天一早带足好料去双溪村李家，帮俺把开裂土墙和漏风的屋顶彻底翻新一遍，工钱少不了你的。爷您放心，明儿天不亮俺就带大工过去。怎么围了这么多人？难道是家里出事了？不好，采薇有危险。
小妹妹，你那个不争气的哥哥欠了本大爷3两纹银，人都躲了半个月了，凶债没还，天经地义。乖乖跟大爷回去做几个月贴身丫鬟，要是把大爷伺候舒服了，这笔烂账一笔勾销。孙瞎子这回是动真格的了，李家这丫头今天算是落进狼窝里了。一个干巴瘦的赔钱货，要胸没胸，要屁股没屁股，居然能抵3两银子。这丫头脸蛋标致着呢，等孙瞎子玩腻了，一准卖到县城的暗门子里当娼妓，那可是无本万利的买卖。给我把她带走！贱人，给脸不要脸！你敢动手打我，活腻歪了是吧？反了天了！给本大爷打，打断他的腿，看他还怎么横！你们别过来，我哥马上就回来。要是让他看见，他绝对饶不了你们。哥，那个见钱眼开，连亲妹妹都能拿来抵债的赌鬼废物，他现在指不定在哪条臭水沟里缩着呢！给我过来吧你！给我住手！动他一下试试，谁敢再迈出一步，今天就给老子留下一只爪子！哟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咱们大龙村的头号赌圣回来了，我还以为你连底裤都输光了，直接跳了大龙山喂狼了呢。哥，我怕。别怕，天塌下来有哥顶着。站在我后面，别乱动。废话少说，在赌档欠我的3两银子，今天必须还清。要么现在把银子给我，要么我就按规矩把你妹妹带走。我现在没现银，用这头刚打的野羊抵所有的赌债，正好顶你的数。从此，我们两清。我的天，这野羊少说也有100多斤，膘肥体壮的，这可全是肉，可不是吗？昨天王屠户收了头100斤的，都给了4两5钱银子，这头最少能卖5两。李牧这回真是亏大发了，拿5、6两的货去抵3两的债，孙瞎子这便宜占上天了。李牧，你这如意算盘打得挺响啊，拿头死畜生就想把本大爷打发了？值5两？你白日做梦呢！这山羊看着肥，其实都是虚水和山肉，一煮就散，根本卖不出几个大钱。再说了，这野羊肉味膻，有谁会愿意吃？不过嘛，念在大家都是同乡邻里的份上，本大爷今天就吃点亏，勉勉强强收下这头烂羊，用来抵你这半个月的利息。至于那3两银子的本金，今天要是掏不出来，你妹妹依然得跟本大爷走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这头羊市价少说值5两，抵你3两的债，还白送你2两。孙瞎子，同村一场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事情做得这么绝，你就不怕遭报应？报应？在这大龙村，本大爷就是天，本大爷就是报应。我告诉你，李牧，今天少一个铜板，大爷就拆了你的骨头。走吧，小妹妹，跟哥哥回家吃香的喝辣的去。你再说一遍，再说10遍也是一样。这只羊是本大爷的，你妹妹也是本大爷的。至于你，识相的就给老爷滚到一边缩着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去，把这只羊和那小妞一块给老爷抬回去。好嘞，孙哥，您就瞧好吧，保准给您办得妥妥当当。让开，让开！好狗不挡道，别妨碍老子办正事儿。嘿，大爷，我都多久没尝过肉腥子了？今晚何该饱餐一顿？我的鼻子，我的鼻子断了！我的天，李牧这废物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横了？这一脚下去，1两骨都得碎成渣吧，这也太残暴了！给脸不要脸的东西，反了，简直反了天了！你们都他妈死人啊！给本老爷一起上，打死这个不知死活的狗杂碎，打死了算我的！不知死活的东西，兄弟们一起上，废了他，弄死这个臭赌鬼，让他长长记性！你们他妈是不是蠢？一起上啊！别跟他单打独斗！打呀！看是你的棍子快，还是我的刀快？牧爷饶命！牧爷饶命！别杀我！小的错了，小的再也不敢了。滚过来！
穆爷，别动刀子，千万别动刀子！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但你收了羊还要坐地起价，孙瞎子，在这大龙村是谁给你的胆子坏规矩？行，今天算我认栽，这笔债一笔勾销。我这帮兄弟被打伤的医药费也不用你出，放开我，咱们后会有期。你真敢打我！打输了撂下一句狠话就想全身而退，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买卖？我这人向来最讲规矩，欠你3两，1分不少。但你带人闯进我家里，把我妹妹吓成这样，现在拍拍屁股就想走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10两白银拿出来当做我妹妹的押金费，你走人；拿不出来，今天断你2条腿，让人抬你出去。？10两？李牧，你穷疯了吧？连我的竹杠都敢敲？你知不知道我身后站着的是谁？我不管你是谁的狗，但是有一件事你给我记住，今天少1文钱，你这条命就别想带出这个院子。你那死丫头毛都没掉一根，你开口就要10两，做你的春秋大梦！不见棺材不落泪。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李大爷饶命！我给钱，我给还不行吗？滚！看什么看？散了。对了，你看看新衣服和这些布料喜欢吗？我卖了半只羊，在城里给你扯了新棉布做衣裳，还有这些都是家里需要的。往后顿顿有大米和油水吃，再不让你挨饿受冻了。哥，这新衣服和布料真是给我买的？还有这个，路过糕点摊顺手买的桂花蜜糕，多放了糖霜，趁热吃。蜜糕，这得要多少文钱啊？哥哥以前连了1文钱都恨不得抢上去赌，今天怎么突然给俺买这么多好东西？他真的变好了吗？怎么还哭了？这糕点有这么好吃？没什么，俺就是觉得太甜了，长这么大还没吃过这么甜的东西。傻丫头，以后天天让你吃甜的。行了，别发愣了，去生火烧锅水，顺便把新锅洗洗。今晚咱们吃羊肉。王老爷，您可得替小的做主啊！我要的人呢？没带回来，中途出了变故，没带回来。你可知那李蔡薇是算命先生批过，全县唯一能给乌儿冲喜续命的殷实女子。要是耽误了乌儿的病情，你担得起这个责吗？小的知道，小的知罪。知道你还空着手回来，饭桶，全是一群没用的废物，连个干巴丫头都抓不回来。本老爷砸那么多银子养着你们有什么用？难道要眼睁睁看着我儿等死吗？老爷息怒，小的听说那李牧还有个和他不是很合的亲戚。哦，你的意思是？哥，我穿上好看吗？好看，你穿什么都好看。往后哥赚了大钱，天天让你穿新衣裳。快过来，正好尝尝鲜。哥，你往锅里撒的是啥？白花花的。精盐。什么？精盐？你老实告诉我，你就算卖了半只羊，也不够买这种贵人用的精盐。你是不是又去？哥跟你保证过，以前那个混账李牧已经死了，从今往后有我一口吃的，就绝不让你再挨饿受冻。行了，别瞎琢磨了，赶紧趁热吃。这是山里跑的野山羊，凉了肉就该腥了。好吃。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不够的话，哥再给你煮一条羊腿。够了，这些就够吃了。哥，你也快吃，别光看着我。我以为是蟑螂爬到脸上了。采薇，你还愿意再相信哥哥一次吗？嗨，瞧我说这些倒胃口的话干什么？快吃，肉凉了就不好吃了。马上要冬天了，明天我再进一趟大龙山碰碰运气。真到冬天就不好打猎了，而且供粮期限马上到了，我得再抓几个大货换银子。另外，我明天叫了村里的工匠来修家里的房子，把这土墙和屋顶都弄弄，省得入冬把你冻坏了。还有新家具，明天也会送到。你明天好好在家休息，看着他们，
剩下的肉要舍得吃，别老是省着。动它一下试试。行了，别瞎琢磨了，赶紧趁热吃。你还愿意再相信哥哥一次吗？爹娘，你们在天上看到了吗？哥哥他真的变好了。这大龙山的野物倒是不缺，平原县都快饿殍遍野了，深山里反而生机勃勃，真是讽刺。恭喜获得木质宝箱，是否开启？开启。宝箱已打开，获得高产土豆种子500颗及展示品土豆。高产土豆种子，在这个动不动就闹干旱饥荒的大齐城，普通粮食的产量低得可怜，百姓连草根树皮都吃不上。这宝贝不仅耐寒不挑地，亩产更是能达数千斤。只要把这500颗种子种活，何止是15两贡粮，下半辈子的泼天富贵都有了。哥，现在新房子有了，桌椅箱子也全换了，咱们往后安安稳稳过日子不成了吗？傻丫头，这哪够？眼下安稳只是暂时的，等交贡粮的期限一到，官府还要剥咱们一层皮。明天哥还得再去一趟大龙山深处，这次非得抓个真正的大家伙，把后面的嚼用和杂税一并解决了。虽然大小一般，但今天也算是收获颇丰了。奇怪，怎么没动静？之前的野羊爆了黑铁，这野鸡爆了木质，这野兔分明更肥，系统却连个提示音都没有。明白了，这宝箱不是必爆的，概率取决于猎物的等尖和危险程度。野兔太弱，所以系统判定不给奖励。想要开出极品，看来以后必须盯上林子里那些凶兽了。这声是兔崽子。还真是一窝小兔崽子。兔子繁育能力极强，3个月就能出一栏。更重要的是，大齐的律法对农户养殖鸡鸭牛羊收重税，唯独漏了这野兔。只要搞到足够的饲料，把它们在后院偷偷养起来，就是源源不断且免税的肉源。这世道想活命就得开源，这几只小东西带回去就是稳赚不赔的买卖。老实待着啊，别乱动，我带你们回家。哥，你回来了，房子修好了，家具也全都摆好了。天哪，你今天居然又打到这么多山珍！采薇，先把这些搁下，去把墙角那堆长木头和碎柴火全部搬过来。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瞧见没？那里面是活的，我打算打个双层的保暖兔笼，把这几只小兔崽分养起来。养兔子？哥，你的意思是咱们以后在家里就能有肉吃，再也不用去大龙山拿命冒险了？对，以后天天让你吃肉，把身上那点干巴肉全补回来。去，先把它们挪到屋里的干稻箱里暖着，等我把笼子打好了再抓出来。我这就去。小家伙们别怕，姐姐现在就带你们去暖和的地方。哟，木儿忙着呢。你看婶子这脚程来的可真是时候。二婶有事。哎呦，瞧瞧，咱们家木儿真是出息大发了。以前村里那帮嚼舌根的还说你游手好闲，你看现在都能进山打大货了，比村里那些糙汉强100倍。婶子打小就看出你是个有大本事的，以前那是没开窍，这一开窍啊，简直了不得。二婶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有话直说，别绕弯子。你这孩子，瞧你这话说的，咱们骨肉近亲，婶子来看看你还犯法了。不过木儿啊，你打着这么肥的野畜，怎么也不往婶子家送一头？你二叔这2天咳得厉害，大夫说就缺点荤香补身子呢。你连那无亲无挂的陈瘸子家闺女都舍得送半只小羊羔，怎么一转头反倒把亲叔叔忘了？一家人。二婶，你现在倒记起咱们是一家人了。木儿，你这是吃错什么药了？你二叔和你爹是一个祖宗传下来的血脉，咱们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，亲补家还能有假？别在这儿恶心我。当年我爹咽气，我和采薇跪在你家门口磕头磕出了血，求你们借半两银子买口薄棺材让我爹下葬。你当时隔着门缝怎么说的？你说我们家早就出了5夫，就是死在路上也别去沾你们家的晦气，让我们拿着破碗快点滚。
现在过来跟我提连着金。你的金是银子做的吗？哎呀，我当初那不是家里也揭不开锅吗？再说了，婶子故意说那些狠话，还不是为了激励你们兄妹俩发愤图强？你这孩子怎么不识好人心，反倒记恨上长辈了呢？当年的账我今天懒得算，二婶儿，你请便吧。我和采薇催命的贡粮还差得远，这野味是要拿到城里去换活命粮的，没有一星一点能分给外人。不过你和二叔要是真馋肉了，下次我打到大货，可以按市价给你们打个9折。李牧，你算的可真够绝的，跟亲长辈你还提钱？行，婶子今天不跟你计较，这只地上的野兔我直接提走，正好给你二叔熬汤补身子。哎呦！手给我放干净点，我让你滚，你耳聋了吗？你敢打我？哎呦喂，打人了！李牧这个没良心的动手打人了，大家快来看啊！连亲二婶都打，这是要遭天打雷劈呀！天理何在呀？我的老天爷呀！这日子没法过了！哎呦，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！被侄儿侄女欺负死了，没天理呀！我该怎么活呀？李牧，我告诉你，今天这事儿没个180两银子绝对完不了。摆在你面前的就2条路，要么你立刻给老娘搬100斤精白稻米，再把后院那些野羊兔子分我一大半孝敬长辈；要么老娘现在就去县衙击鼓大堂告你个目无尊长殴打亲长辈的死罪，到时候把你关进死牢，看谁还能来替你收尸。去，尽管去告。官府办案讲的是真凭实据，你空口白牙在这咬人，有伤吗？有证据吗？没凭没据，县太爷凭你一张破嘴就能来抓人？他们全都是人证，方才大家伙可都亲眼瞧见你这狼崽子动手推我了。各位街坊邻里，你们快放个响屁啊！是不是他推的我？哎呦，李家二嫂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我们刚凑过来，啥都没瞧见啊。对，地里的活还没干完呢，不知道，我们啥都不知道。快走，家里灶上还烧着汤呢，别在这惹祸上身。好你个丧门星，你给老娘等死吧！这事儿绝不算完。当家的，你这个死人，你媳妇儿在外面都快被人欺负死了，你还坐得住？李牧那个忤逆不孝的，他方才居然在院子里对我动手，当着大半个村子的面把我推在泥地上作践，他还大放厥词，说咱们家连外人都不如，1粒米也别想从他那儿拿。你听听，这是一个晚辈该说的人话吗？我可是他亲二婶儿。反了，真是反了天了！这个没爹娘教养的，以前见了我连屁都不敢放，现在得了点机缘，居然敢骑到长辈头上作威作福了。你是谁？擅闯民宅要做什么？哼，不用害怕，我是城里做大买卖的掌柜。今天老子带人路过你们双溪村，一眼就看上李牧家里那个叫李采薇的小丫头了。本来想出钱买走，结果李牧那个臭赌鬼油盐不进，还差点跟老子的人动手。哎呀，掌柜的，您可真是好眼光。不过那小东西现在邪门的很，今天在院子里连我也打了。老子看上的女人，还从来没有弄不到手的。听说你是他亲二叔，对他底细最熟，可有办法让他彻底消失？掌柜的放心，那小东西现在天天进大龙山打猎。我知道赵家村有3个职业猎户，霸道蛮横，经常在深山里劫杀旁人。就是这个费用嘛，哼，这笔定银老子出了。你拿着银子去联系那3个猎户，让他们在山里做干净点。事成之后，李牧的田产归你，他那个妹妹必须由我带走。一言为定，谢谢掌柜的，全凭掌柜的做主。这天时正合适，今天要是能弄到一头大货，家里的贡粮就彻底有着落了。棺木有折痕，草堆里还有新鲜的蹄印，就是这儿。大齐朝如今正值仲秋，是梅花鹿和狍子的发情期，这时候的公鹿警惕性最低，会被同类的叫声疯狂吸引，这是绝佳的狩猎时机。色字头上一把刀，对畜生来说也一样。
还行，能出声。潜伏了快半个时辰，难道野外诱捕经验在这个世界失灵了？来了！进了我的射程，还想活着走出去？哈哈，成了！恭喜获得黑铁宝箱，是否开启？开启！这东西居然也能开得出来！哟，反应还挺快的嘛，小子，连我们赵家三虎的规矩都敢破，胆子不小啊！这片山头方圆10里都是我们赵家村的围猎场，你一个外来的也敢捞过练抢值？识相的话，现在把路留下，滚蛋！老子可以饶你一条狗命。天生万物各凭本事，这大龙山什么时候刻了你们赵家的名字？强买强卖，真当自己是这大山的主人？大哥！跟这个将死之人废什么话？直接乱刀宰了他！这头肥鹿还有他身上的精良东西，不就全都是哥几个的了？就是一个没爹没妈的也敢跟咱们抢猎物！该死，这垃圾体质的反应还是太慢了。若换做前世的巅峰状态，就凭这3个下三滥的杂碎，我半分钟就能让他们全部变成尸体。3个打1个，还带着武器，不行，不能硬拼，得先跑，然后再找机会。想跑？追！绝不能让这小子活着回去！追，砍死他！荒山野岭，老子看你能跑到哪儿去！对，别跑了！这深山老林就是大爷替你挑的葬身之地，乖乖站住，给爷爷磕个头，爷爷给你个痛快！这具身体失血过快，体力快到极限了。这小子属泥鳅的，别跟他耗。老二，你绕到西面去截他。这小子跑的方向是条死路，前面是悬崖。好，李牧，今天插翅难逃。不过你放心，你家里不是还有一个相依为命、娇滴滴的亲妹妹叫李采薇吗？等你一死，我们哥仨一准替你天天挪进屋里，好好照顾她。哈哈哈哈哈！保准让他快活的赛神仙。不对，赵家村距离双溪村足有10几里地，这3个山匪怎么可能对采薇的情况了如指掌？跑啊！你倒是再给爷爷跑一个看看。下辈子投胎把招子放亮些。有些人，你这辈子都得罪不起，死吧！哈哈哈，哈哈哈哈哈！中了，哥，我射中他了！哈哈哈哈哈！小王八蛋还想跑？哥，死透了，连气儿都没了。哼，还以为是个多硬的货，一剑就废了。哥，这铁头剑金贵，我把它拔出来回收了。急什么？这地方不安全。老三，过来搭把手，咱们把这小子的尸体抬到悬崖那边扔下去。哥，直接扔这林子里喂狼得了，非得大费周章抬去悬崖，这狗东西看起来死沉死沉的。
哪儿那么多废话？让你抬你就抬，在魔界等会儿分肉没你的份儿。这小子看着干巴，死沉死沉的。不行了，老子肚子疼。老二，你先搜刮一下这小子身上的财物，顺便把铁剑拔下来。行，大哥你快去解决，这儿有我守着呢，丢不了。我先瞅瞅这小子身上藏了啥宝贝，等大货到手咱们再分。嘿嘿。全身上下就这么几文钱，晦气！这剑头上怎么一点血渍都没有？有鬼啊！让你两个抛个尸在那儿鬼叫什么？轮到你了。你不是死了吗？你他妈是人是鬼？你把我弟弟怎么了？想知道啊？你自己来看。离我弟弟远点儿！老二，老二，你睁开眼看看，哥在呢。哥，快跑！他们不是人。老二，老三，一定要割下你的脑袋来祭奠我两个弟弟！烂木剑挡不住老子，等老子把你剁碎了，就下山去弄死你妹妹，让你们全家给老二陪葬。你找死！老子今天一定要活剐了你！活剐我，不给我个痛快！你以为你弟弟死得很痛快吗？我没直接刺死他，他躺在地上咳血，抓着我的裤腿求我给他个痛快。你闭嘴！他死前一直叫着哥，可你当时在哪儿？你还在林子里解裤带呢。老子杀了你！有破绽，有机会。力道不错，可惜你捅不进去。你到底是人是鬼？宝箱已打开，获得战术防弹衣一件，已自动穿戴。你们是受谁指使的？要杀便杀！你想死不难，可今晚狼群一到，你这两位弟弟会被嚼得寸骨不剩。说出主使，我亲手将你们兄弟合葬，选一个。是双溪村李瘸子，他拿你家那3亩地做筹码，买你的命。李瘸子，李大山。采薇啊，二叔，您怎么来了？嗨，还不是你婶子那脾气，昨儿跟你哥吵了一架，我这心里过意不去，特意过来缓和缓和关系。木儿人呢？我哥进山了，还没回来。既然木儿不在，那我就下次再来。下次来就是收你家的房和田了。采薇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哥，我没事。你这是怎么了？你伤到哪儿了？没事就好，小声点，进屋。
哥，你这分明是剑伤，你在山里遇到土匪了？是遇到了赵家村的3个猎户，他们想杀了我。杀了你？他们为什么想要杀掉你？李大山让他们这样做的。二叔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二叔雇他们劫杀我，事成之后分走我家的1半田地。那3个猎后已经死在悬崖底下了。今天家里二叔来过吗？傍晚的时候，二叔来过，他说来替婶子道歉，打听你出没出山，听说你不在家，他就走了。他今天来，是来确认我是死是活。如果我死了，他现在就该带人来收房子了。我现在就去报官，让关老爷把他们抓起来。报官没用的。为什么没用？他们想要杀了你啊！李大山还有赵家那3个都是坏人，就该报官把他们抓起来。你以为李大山为什么敢明目张胆地找人杀我？是因为他知道，只要我死了，没人能帮我们找回公道。咱们爹刚走那年，你还记得留给我们的那块良田吗？李大山贿赂了那做文书的官兵，明目张胆地抢走我们的田。咱们报官了有用吗？采薇，咱们没权没势，跟他们讲道理报官府都是死路一条。今天他们能派赵家3兄弟来杀我，明天就能对你下手，你信不信？只要我今天死在外面，明天李大山就敢把你卖给镇上的老财主当小妾。那怎么办？放心，我早有打算。我方才回来时特意选了后山无人小路，没人发现我已经回庄。今晚我就去找李大山把账算清楚。哥，你身上受了重伤，他们有2个人，万一你出事了怎么办？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赵家村的3个猎户真能靠得住吗？那3个都是在深山里摸爬滚打的老猎户，李牧碰上他们必死无疑。等李牧一死，那位大人来把李采薇接走，那他家的田产和院子就全归我们了。老李，咱发财了！应该是赵大他们来了，我去开门。来了！好汉饶命！好汉饶命！可是虎头山的好汉，小的家里穷，真没有银子啊，家里就剩半袋糙米，您要是不嫌弃，全拿走。废话少说，进去。闭嘴！再叫一刀捅死你！滚下来！好汉，我们是老实本分的庄稼人，从来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儿，您放过我们吧！要钱要粮您尽管拿，我们绝不敢报官。二叔，我没死，您很失望吧？木儿，是你啊！你这孩子闹什么呢？快把刀放下，真是吓死二叔了！你二婶都被你吓着了。是啊，木儿，快把刀放下，有话好好说。是不是饿了？二婶给你做饭去。你敢？我为什么不敢？你们找人杀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今天？赵家那3兄弟在山里已经把所有事都招了。木儿，叔错了，叔真的错了，饶命，饶了叔这一回，以后叔给你当牛做马，地都还给你，全还给你。现在知道还了，晚了，下去慢慢后悔吧。别急，马上就轮到你了。听说了吗？昨晚李大山全家都被杀了，连房子都烧光了，一个活口没留，手段这么狠，定是虎头山的土匪下山劫财害命，人心惶惶的，往后咱们可怎么过？哟，李牧，大荒年的，你居然猎到这么大一只野鹿，真是厉害啊！李牧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快回家去！你家采薇昨晚找不到你，挨家挨户跪求自里人进山找你，都哭晕过一回了。哥，你总算回来了。采薇，昨晚你跑出去求村民。哥，昨晚你一走，二叔家那边就起了大火，我顶不住害怕，只能连夜跑出去哭喊，让全村人都以为你昨天进了深山，整夜没回来。哥，李大山家的事……别怕，你做得很好。记住，不论谁来问，我昨晚一直在深山打猎避雨，从没回过村。李牧，忙着呢。这2位是县衙里的差役，来查李大山家劫杀纵火案的。虽然这案子土匪作案的可能性最大，但你李牧昨晚偏偏在深山，也不是没有嫌疑啊。差爷明察，小人昨晚一直在深山抓这畜生，
连村子都没进。差爷办案辛苦，这肉拿回去给差爷们补补身子。好说好说，这事儿明摆着是虎头山那帮杀千刀土匪干的，跟你一个老实巴交的猎户能有什么关系？放心，哥几个心里有数。浑浊发暗，入口寡淡发涩，难喝。以前的哥哥喝着酒连碗口都要舔干净，现在的哥哥怎么？哥，你好像变了一个人。终究是朝夕相处的亲妹妹，我的变化瞒得过外面的官兵捕差，却瞒不过她。不管变成什么样，我都是你哥。呀，李牧贤侄忙着呢，大喜呀！李长客气了，小人愚钝，不知这文书是这喜从何来？你二叔李大山膝下无子，香火已绝。按照族规铁律，他名下的宅院与3亩田产，自当由你这个嫡亲侄子一并承继。多谢李长亲自跑一趟，您且等我片刻。哎呀，这怎么好意思？这大荒年的，李长操心了，带回去给家里添个菜。这笔遗产不仅能将今年催命般的皇粮赋税抵扣得一干二净，账面上竟还充裕出些许钱与余粮。趁着刚郁如起来的元气，明日便先把交公粮这桩悬在头顶的催命符彻底了结，免得夜长梦多。小薇，明日咱们分工，清早我进城去市集采买酿酒必需的曲料与器皿，你则留守家中，备好壶斗秤具，静候税官上门。哥，那些税官向来横行霸道，你不在家，我怕。白日里我送里长王怀时，已经托他给县里的税官带了话。明天收粮一切顺理成章，他们不敢造次，你不必惊慌。老爷，那李大山夫妻俩失败了，连人带屋子全被烧成了灰。2个废物，死就死了，幸好本老爷早有准备。双溪村那个李牧，白日里已经托人递了话，叫咱们明日去他家收贡粮。王老爷，您盼着的那出戏可以开锣了。那明日之事，就有劳2位兄弟多多帮衬了。哎呦，陈爷，可算把您等到了，多日不见，您近来可好？咱们认识？您可真贵人多忘事儿。我李牧，您忘了，咱们在银沟赌坊还一起耍过钱呢。原主曾混迹赌坊，见过陈鹤松几次。对方是水仙楼的2掌柜，这座平原县首屈一指的大酒楼，一切采买订购之事皆由他一手操办，是个油水颇丰的主。我不记得你啊，陈爷。您不记得我，我记得您就成。小子昨日进山运气好，猎到了货，想着卖掉换俩钱花。这不听说您在水仙楼管事，我进城第一个就给您送来了。您若要便留下，若不要，我再另寻买主。哦，原来是来卖东西的。得，你运气不错，后厨正缺这玩意儿呢。不错，是新鲜的，肉也紧实，一看便是跑山货。你小子倒有点本事，跟我来吧。想卖个什么价呀？如今市面肉100文一斤，这里一共62斤，我给您抹个零，您一共给6两就成。区6两碎银子。也值得这般点数，还不够本老爷去青楼打赏姑娘的酒钱呢。这怎么个意思？陈爷，这年头生意难做，您收了我的货，算是帮了兄弟大忙，以后少不了还得麻烦您，这点钱留着给您喝茶。你这人倒有点眼力劲儿，和那些鼠目寸光的乡巴佬不一样，以后说不准能成点气候。陈爷，那就借您吉言了，我还有点事儿，先告辞。你叫什么来着？李牧对吧？日后若是再进山猎到什么玩意儿，直接送到水仙楼便是。若有人问起，便说是我亲戚，价格嘛，绝不会让你吃亏。成，那往后便多叨扰了。四位爷，我求求你们，这是我卖了家里唯一的耕牛，给我娘换的救命粮，这是我娘的命啊！好东西死了就死了，反正吃饱了也是浪费，不如早点去投胎。想要这粮食，行啊，跪在地上把大爷这双鞋舔干净，舔高兴了，大爷赏你几把狗剩饭。这江湖倒也不算是个坏人。把你们的脏脚给我拿开！李牧，救命！他们把我娘的救命粮抢了，还把米倒进泥里踩，求你帮帮我！哟，又来个送死的，识相的就跪下，跟着废物一起把大爷的鞋舔干净。老子让你动了吗？继续爬！你们真该死！拿着。李牧，你救了俺娘的命，走，跟俺回家。我得赶着回村，采薇在家等我。那不行，天王老子来了，你也得跟俺回去。俺娘今天清早刚扯了新鲜野菜，俺让她生火连着白米一起熬粥，再给你烙2块野菜饼拔蟹。大米混了你得先洗，吃饭我就不去了，你先管好你自己。脏了也能吃。俺娘要是知道有人帮了俺还不感谢，说不定直接揍俺了。娘，我把粮拿回来了。娘，你在哪儿呢？
娘，你醒醒啊，娘！你别吓我，米拿回来了，我们有粮了。贪官污吏横行，百姓命如草芥，在这狗屁世道，竟然真的见不过一袋粮食。江湖，以后跟我吧。从今往后，我就是你哥，大娘的后事哥来办。买一口上好的棺材，俺陪你送大娘风风光光入土为安。哥，以前村里人都嫌俺家穷，拿俺们当混蛋看，只有你拿俺当人。从今天起，俺江湖的命就是哥的，哥让俺往东，俺绝不往西。以后俺一定死心塌地跟着哥。起来，男儿膝下有黄金，别动不动就跪。这世道，单枪匹马，迟早死无全尸。李大山、赵家三兄弟，今天能杀了他们，明天呢？后天呢？想要活下去，想要不被人踩在脚下，就得有自己的人，自己的势力。江虎这小子虽然憨了点，但重情义，有蛮力，是个能用的。先从他开始，慢慢攒人手，攒家底。总有一天，我要把那些踩在我们头上的人，一个个都拉下来。先别哭了，眼下最重要的是让大娘入土为安。马步在低3寸，气沉丹田，手别抖。真到了搏命的时候，手抖一下就是一条命。是哥，俺撑得住，俺绝不松劲儿。哥，阿虎，先歇会儿，喝口水吧。我去西边把这几个酿酒的坛子洗洗，等明儿新曲料买回来就能用了。路上慢点儿，西边石子滑，搬不动就等我过去。大娘教过俺怎么搬，不碍事的。哥，你们快练。哥，俺以前在庄里听人瞎传，真该死！你咋啥都会啊？进山能打大货，抬手能废了丐帮那帮恶徒，现在连酿酒这种贵人绝活你都会。这酿酒也是技术活吧？俺能学不？酿酒和打猎一样，手里没几百斤力气，进山是送死，守着灶也是白搭。你现在心思太浮，先把这身功夫练好，等过阵子根基稳了，别的哥慢慢教你。哎，俺听哥的，俺一定把这身骨头练硬，绝不给哥丢人。哟，采薇，一个人在这儿忙活呢。你哥现在成了庄里的大红人，连里长都亲自送田契上门，大伙儿可都羡慕着呢。麻姑大娘，都是俺哥进山拿命拼出来的生计，俺帮着洗洗坛子，过几天家里要用。采薇啊，你哥如今出息了，但这老大不小了，屋里总得有个知冷知热的人。大娘我这儿啊，刚好有好几个合适的好姑娘，要不我给你哥说说媒？好啊好啊，俺天天盼着能有个好姐姐来疼俺哥呢。麻姑，你快说说，都有哪家的姑娘？只是大娘，俺从小没读过书，这纸上的墨字俺一个都不认识，我看不懂，你念给我听听。阿虎，你快过来，快点！采薇姐，你这洗个坛子怎么跟做贼似的？瞧见没？这是麻姑大娘塞给俺的相亲册子，上面全是咱平原县适龄的俊姑娘，你快帮俺瞧瞧。麻姑说这个姑娘家里是开豆腐房的，人长得白净，屁股大，一看就是个能生养会疼人的。不成，采薇姐，你看这姑娘面相太硬，进门指不定谁说了算呢。俺倒觉得第二个好，圆脸，瞅着就老实本分，肯定能伺候哥。你懂啥啊？圆脸的姑娘性子倔，俺得找个脾气温和的，以后能帮着哥操持家务，不能让哥受气。我穿越到这大齐城，天天提着脑袋跟贪官污吏、地痞山手玩命抱宝相，本以为是来搞逆袭事业的，怎么到了这地方还是逃不过被催婚的命运？叽叽喳喳说什么呢？都给我收起来！不娶，我现在一不缺吃，二不缺穿，娶什么婆娘？这册子哪来的送回哪儿去，我一个都不娶。哥，你都多大岁数了？以前家里穷没人看得上，现在里长连田契都送来了，你还挑肥拣瘦？俺和阿虎天天就盼着能有个嫂子进门。就是啊哥，俺也想要个嫂子，到时候家里多个人做饭，多热闹。练你的马步去，肉吃多了闲得慌是不是？明天分量加倍。哥，你别想打岔，今天你必须给俺交个底。这册子上的姑娘，你到底相中哪个了？有客人来，我先去开门。哼，这么大个人了也不知道讨个婆娘，也不怕人笑。李牧，前2日不是你们李家亲自托里长带话，说今天交齐300斤贡粮吗？怎么，如今到了日子却在门后缩着，跟本官装糊涂呢？哼，跟他们废什么话？吃了豹子胆，连朝廷的贡粮也敢拖延，我看你们是活腻歪了。两位差爷，你们是不是记错了？
昨日你们明明已经带人来过，把我家300斤贡粮全都过秤运走了，如今怎么又说我们在装糊涂？小丫头，想抗税直说，编这种鬼话糊弄谁呢？粮食运走了，运去哪儿了？运给阎王爷了不成？俺没有编鬼话，昨晚来的差爷穿的衣服跟你们一模一样，领头的还拿着册子呢。衣服一样，天下穿造衣的多了去了。丫头公然欺瞒官差，编造谎言抗捐抗税，按大齐律例，老少同罪，是要流放充军的。俺有证据，那差爷临走前亲自签字画押了，还盖了红印呢。这就是昨日的收粮文书，白纸黑字写着的，不信你们看。好啊，竟敢伪造朝廷官文，公然欺瞒官差！来人，把这个伪造官文、恶意抗税的刁民给我锁上，带回县衙大牢严加审问。是你？昨天就是你带人来收的粮，字也是你亲手签的，你怎么能反过来说俺们伪造？哼，是我又怎么样？本官什么时候签过字？你拿出证据来啊！伪造公文就是死罪，跟我回县衙大牢里慢慢解释去吧。带走。这根本不是什么茶税，是有人故意设局要整我们兄妹。昨天收粮签字是假，今天抓人定罪才是真。我再说最后一遍，放开我妹妹！怎么，你还想当众杀官造反不成？来呀，我倒要看看你有几个脑袋够砍！谁指使你这么做的？你敢动我，杀了朝廷命官，你们全村都得死！哥，使不得，使不得啊！杀了官吏，我们所有人都会死。大齐的军队会踏平咱们庄子的。哥，别冲动，他们就是故意逼你动手。你一杀人，就正好中了他们的圈套，到时候咱们3个都是死罪，连辩解的机会都没有。好，我不杀你，但这笔账我记下了。谁在背后搞鬼，我迟早查出来，到时候新账旧账一起算。走，把人带走。哥，救我！哥，咱们接下来到底咋办？你留守在家里，把院门在里面顶死，守着后院的粮食和兔笼。记住，不管谁来叫门都不准开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你绝对不准私自进城。哥，俺听你的。那你呢？那2个税官平日里欺软怕硬，今天敢拿着假文书设局抓人，背后绝对有人在指使。我现在立刻进城去查幕后黑手，探听采薇被关在哪儿。哈哈，好，2位兄弟果然是手到擒来。这个能给吾儿冲洗续命的殷实女子带到了，我那宝贝儿子有救了。给王老爷办差，兄弟们自然不敢马虎，随便编了个伪造朝廷官文的死罪。这丫头一路上吓得动都不敢动。管家，把本老爷给差夫准备的红赏抬上来。啊！不仅如此，本老爷已经在城里的怡清楼备好了上等酒席，还特意挑了几位刚出阁、知情识趣的清官人作陪。2位兄弟，今晚务必不醉不归啊！多谢王老爷大手笔，往后在这县城里，只要您一句话，兄弟们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哭够了没有？在这平原县，还没有我王陆安办不成的事。放俺回去！你们光天化日强抢民女，等俺哥找来，绝对不会放过你们！你哥，一个泥腿子猎户，在平原县连一粒沙子都算不上，他找来又如何？今天你进了这个门，就别想活着出去。俺死也不嫁，你们一定会遭报应的。报应？本老爷就是平原县的报应。算你这丫头运气好，明天你就要嫁给我儿子王家豪做成亲冲喜的药引子。俺是活生生的人，不是你们王家的药，凭啥要拿俺的命去填那个病秧子的无底洞？俺死也不嫁！贱命一条的乡下丫头，也敢在本老爷面前谈命？我儿子的命比你金贵万倍，明天的大婚，你嫁也得给本老爷抬进去，不嫁用绳子捆着也得去拜堂。来人，拉下去！放开俺！哥，快来救俺啊！家豪，我的儿，挺住！大夫说了，只要挺过今晚，明天拜了堂，你的病就一定能好。爹已经把那个双溪村的冲喜药引子给你抓回来了，明天成亲冲喜，
爹一定要让你活下去。恭喜王老爷，今日王公子大婚冲喜，往后必定福寿绵长啊！不知新娘子是哪家的大户闺秀？诸位捧场了。新娘子虽是个乡下丫头，但本老爷请先师算过，命格极好。今日大摆筵席，诸位里边请，必须不醉不归。老爷，双溪村那边一直派人盯着呢。那姓李的泥腿子猎户缩在家里毫无动静，连县城大门都不敢摸，看来是彻底吓破胆了。哼，算他识相。少爷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大夫给喂了参汤定神，新娘子也已经强行换上了大红嫁衣，正由仆妇看着，绝逃不出去。把人给我抬进洞房。家豪，再忍忍，药引子到了，过了今晚，你的病就能彻底好起来。放开！你们这帮杀千刀的畜生！俺哥一定会进城来救俺的。救你？你那废物哥现在连城门都不敢进。丫头，别白费力气了，能用你这条贱命给我儿子成亲冲喜，做续命的药引子，是你们老李家几辈子修来的福气。住手！动我妹妹，你找死！你个泥腿子，敢动我，你疯了！你个贱民，快放开我爹！哥，别掐了，再掐他就要断气了，杀了他你也活不成。俺们快跑，快离开这儿！来人，快来人，给本老爷进来打死他！谁杀了他，本老爷赏银100两。来得正好，给本老爷乱刀砍死他！王老爷，好大的官威啊！要在本官面前乱刀砍死谁，不如先跟本官通个气。张副官，怎么会是你？我府上的家丁呢？你那些个狗腿子，私藏刀兵，早就被守卫军下了大牢了。王老爷，你也有今天啊！张副官，我王家每年给卫守军交了几千两的银子当军费，自问从未招惹过你们。深夜带兵强闯民宅，抓我的人，这是要造反吗？造反！本官奉的是县令与郡守的死命令，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！这张文书上白纸黑字写的明明白白，你涉及强抢民女、买凶杀人、为非作歹。王陆安，今日就是天王老子来也保不住你，拿下！王老爷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想往哪儿跑？没事了，小薇，哥在这儿，谁也伤不了你。哥，我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李兄弟，王陆安那老狐狸和他的病秧子儿子已经全部压下去了，本官这就得带兵回营，向将军复命。深夜劳烦张副官亲自带兵走这一趟，李牧感激不尽。李兄弟太客气了，该是本官谢你才对。你送来的这份关于王陆安通敌买凶买官卖官的大礼，可是帮了本官和将军的大忙，这毒瘤一除，本官少不了一尊功劳。你们两个驾一辆干净的马车，把李兄弟和他妹妹平平安安送回双溪村。若是路上掉了一根汗毛，本官拿你们试问。是。李兄弟，公务在身，本官先走一步，咱们后会有期。张副官慢走，后会有期。哥，你天天在村里和深山里打猎，怎么会认识城里卫戍军的关老爷？而且张副官还对你这么客气。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交情，只要找准了对方要的利益，关老爷也能变成咱们手里的刀。利益？谁啊？谁啊？去通知陈爷，就说双溪村的猎户李牧有10万火急的要事求见，快去！李牧，你这慌慌张张的，出什么事了？上次送来的鹿肉不是刚结清账吗？陈爷，实不相瞒，小人的亲妹妹刚刚被县城王家联手税官设局强抢进城了。小人知道陈爷在平原县人脉极广，求陈爷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帮小人指条明路，救我妹妹一命。哼，李牧，你脑子进水了吧？那王陆安在平原县是一手遮天的土皇帝，手段有多狠你不知道。你一个泥脚都没洗干净的乡下猎户，丢了妹妹就想让本老爷替你出头去掀王家的盘子？本老爷开门做的是买卖，不是开善堂的。小人的命是不值钱，但陈爷的运势值钱。水仙楼如今天天进账几百两，可在这大齐朝的乱世里，银子再多，没兵器护着，也不过是别人眼里一块随时能咬一口的肥肉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王家能买通税官，靠的是县衙的裙带，可水仙楼往后想在平原县横着走，差的是一杆能顶天立地的铁枪。
王陆安通敌买凶勾结外匪的死证就在小人手里，这份功劳小人进不去军营大门送不上去，但陈爷您送得去。这份功劳只要落到魏守军将军的案头上，往后整个平原县的军需供给犒劳大印，除了水仙楼，谁还敢染指？到那时候，县衙的堂官见了您，也得客客气气唤一声陈老板。这小子以前在赌档里烂泥一滩，如今这心思和胆识，居然这桩买卖要是成了，水仙楼确实能把县城里其他对家彻底踩在脚下，有点意思。本老爷今天就破例，拿着大好的前程陪你赌一把，但你给老子听清楚，要是你敢吃里扒外，拿假消息把本老爷当枪使，城外护城河里每年淹死的死狗不少，多你和你妹妹2条贱命，谁也不会多看一眼。陈爷放心，小人要的是王家的命，不是自己的命。陈老板，你带个泥腿子进本将的军帐，莫非是嫌我这营里的军法不够重？林将军息怒，若不是有要紧之事，莫学后进，哪敢来打扰将军清修？放肆！你拿一堆土疙瘩来本将的军帐，真当本将不杀人吗？将军，这不是土疙瘩，这是能让您一步登天、加官进爵的泼天功劳。哦，此物名唤土豆，不挑地，极耐旱。大齐如今的主粮亩产不过区200-300斤，而此物亩产可达数千斤。亩产数千斤，天下安有此等神物？你若敢戏弄本将，现在就摘了你的脑袋！将军，若用此物在平原县推广，只需一计，便能彻底解决全县的饥荒。到时候不仅百姓感恩戴德，县里的赋税更能直接提高数倍。大齐自开国以来，最忧心的便是各边郡粮荒。若将军将此神物献给朝廷，平定边郡100年饥荒，这便是震动朝野的盖世政绩。到时候封侯拜将，入主京师，岂非顺理成章？本将凭什么相信你？况且你一个泥腿子送此大礼，图的是什么？小人图的是借将军的兵锋，杀一个挡路的恶犬。平原县豪强王陆安强征贡粮，逼死百姓，如今更是勾结山匪买凶杀我，这就是死证。王陆安欺压百姓，强占田产，是平原县最大的毒瘤。他不死，这高产神物就无法推广，将军的通天政绩便是一纸空谈。只要将军今日派军出省，按律法抄了王家，不仅能肃清匪类，还能顺理成章将神物掌控在手中，借此向郡省、向朝廷邀功。好一株亩产1000斤的神物，好一桩震动朝野的通天政绩。王陆安买凶杀人，祸乱地方，本将身为守卫军将领，自当为朝廷除此祸害。来人，传张副官点齐兵马，随本将去平原县缉拿叛贼王陆安。哥，你这是拿着老虎的胃口去吞天下的财啊！万一那个林将军当时动了杀心，把你当乱民宰了咋办？这吃人的乱世里，手里握着兵权的将军，永远比乡下的财主更缺银子和甲胄。王陆安以为他能用几万两银子买通县衙就万事大吉，却不知道，在绝对的兵马面前，他那点家当不过是催命的引线。哥姐，你们总算回来了。要是再过半个时辰你们还不进门，俺都想提着柴刀进城去跟王家死磕了。采薇姐，他们没怎么着你吧？快让俺瞧瞧伤着没有。阿虎，俺没事，多亏了哥护着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姐，你赶紧先进屋歇着，外面风大，俺这就去后院割块最肥的鹿肉，给你熬一锅肉汤压压惊。哥，你买这么多蛆料回来，难道咱们家真的要打算自己酿酒？是啊，哥，俺白天就听你和采薇姐提过新蛆料的事儿，可这酿酒向来是城里大作坊、大贵人们才懂的绝活，咱们农家院子真的行？自然是真的，不仅要酿，还要酿出这大齐朝绝无仅有的真正好酒。行了，这几个罐子半个月内谁也别去乱动，半个月后哥请你们喝大齐朝真正的好酒。阿虎、小薇，趁着吃饭，有件事我打算提前跟你们通个气。王陆安虽然倒了，但大齐天下贪官污吏横行，外面的流民和山匪只会越来越多。眼看着马上就要入冬，真到了大雪封山的时候，林子里的凶兽和饿极了的恶徒都会下山抢粮。光靠我们3个人守着这小院，一旦遇上大股的流寇，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所以我打算在庄里组建一个狩猎队，找几个身强体壮、底细干净的汉子招揽过来，由我亲自带队。趁着现在还没落雪，进深山多打一些大货囤着，不仅能换银子，
更是为了在庄里拉起一支听话能搏命的队伍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哥，俺听你的。哥，虎子哥这把是真挺不错的，这新屋子向阳，墙壁砌的也厚实，冬天绝对暖和。那必须的，给哥盖房子俺能偷懒，这墙里俺特意多加了稻草泥，保准不透一丝风。瞅瞅这宽敞劲儿，就算哥日后娶了媳妇儿生了娃，住在这屋里也绝不显得拥挤。双溪村虽是生养之地，但我绝不可能一辈子待在这里。这间新房顶多算个临时住所罢了。阿虎，我让你在十里八乡放风招揽好手组建列队的消息，散播的怎么样了？哥，早散干净了。现在方圆十里八乡的庄稼汉，没一个不知道咱家要挑硬骨头组建列队。就是前几天上门瞧热闹的，全是些想碰运气混口饭吃的软脚虾，没一个顶用的。行，再等等吧。这弓应有2弹的力道，普通未经过训练的汉子，怕是连弦都摸不动。一般军队所用的铁胚弓也就3弹水平，100步之内绝对能穿透铁甲。这柄弓值了那1两2钱的造价。请问小哥，这里是李牧家吗？没错，我就是李牧。我是大王庄的，名叫贾川。这2位是我的同乡。俺们在庄里听说您正在招揽人手，组建狩猎队，就特意赶过来瞧瞧。以前是做什么的？俺们是重元24年的府兵，在边疆杀过蛮子。后来顶头的千户犯了王法，俺们受了牵连，蹲了几年的大牢。出来后就回庄里种庄稼了。用过弓吗？以前在军中倒是天天使，但是这么久没摸了，不知道还射不射得准。试试看。中！哟呵，这强弓力道真的沉，就是准豆稍微差了那么一丢。连硬木箭杆都给震断了，这得是多大的力气！不错，你这身力道，若是配上开刃的硬铁剑，100步之内足以破甲。30步2中齐木，箭术算你过关。身手怎么样？您放心，这些年俺们虽靠种田为生，但军伍里的搏命拳脚一天也没生熟过。小五、六子，给李小哥操操盘。哥，这俩人使的不是花架子，全是战场上卸人胳膊断人喉咙的狠招啊！我可以让你们加入狩猎队，但规矩得立在前面。进山之后，打到的所有猎物、采到的药草，我占6成，剩下的4成才归你们。一个人要拿6成，这也太……李小哥，俺们兄弟如今等米下锅，但这4成分到俺们哥仨手里，确实薄了些。弓马文书在我手里，受尽药谱在我心里，销货门路在我掌间。这3样，诸位能拿出1样来跟我议价吗？就是，俺哥为了组建猎队遭了多大罪，连城里的卫警军、大酒楼都打通了。没俺哥的文书和销路，你们就算打到金山银山，也只能烂在深山里喂狼。好吧，4成就4成，俺们应下了。大王庄距离双溪村有7、8里路，眼下田里没什么活计，为了日后进山集结方便，你们暂时留在这里居住。那是我二叔家被烧毁了1半的老房，还剩下1间侧房，随便收拾收拾便可以住人。那偏房俺前几天刚加固过，遮风挡雨绝对没问题。那就多谢李小哥和虎子兄弟了。既如此，还望小哥带我等去见过李正，登记在册，免得巡查的官差找麻烦。阿虎，你留守在家里看着采薇，我带他们去里长家登记落籍。好嘞，哥，放心吧，院门俺给你看死了，谁来也不好使。成乐，李牧贤侄，身份都核实过了，已经在咱双溪村落了籍。不过你招外乡人进猎队的事儿在庄里传开了，村里那些个闲汉壮丁怕是心里不痛快，你自个儿留个心眼儿。多谢里长提醒，兵来将挡。听说了吗？李牧组建狩猎队，咱们自己村里110号壮丁他一个都不用，反而招了3个外乡的泥腿子。这不是吃里扒外是什么？沾了庄里的光，发财的好事却便宜外人。走，不能让外乡人占了咱们双溪村的便宜。咱们现在就去李牧家砸了他的锅，讨个说法。
吵什么？要说话就一个个来，乱哄哄的像什么样子？李牧，你组建狩猎队，凭啥不收本村人？那3个外乡人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？你现在天天吃香喝辣，村里多少人家连锅都揭不开了。赵四哥，前儿个不是跟你说的清清楚楚，山里虎豹成群，没点真本事，进去就是送死。哼，山中危险又怕什么？只要我们人够多，还怕个甚的猛兽？30、40人一拥而上，就算是狼群也得落荒而逃。人多了确实不怕虎熊，但猎物也早就被你们吓跑了。这是打猎，不是打仗，懂吗？灾荒之年，同乡之人本就该互帮互助。木娃子，乡里乡亲的，村中汉子没有技艺傍身，那你便花点时间教教他们不就得了？狩猎技艺绝非一朝一夕能够学成的。再说，我凭什么放着现成的好手不用，偏要给自己找麻烦，浪费时间去教你们做事？李牧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大家在一个村子住了这么久，总算是有些情谊吧？你连这点忙都不肯帮，你自己吃饱喝足，便忍心看着我们忍饥挨饿，你的心也太狠了！做人不能太自私。情谊？当初我父亲病死之后没钱收尸，我和妹子跪着求了大半个村子，你们有哪一个肯伸出援手？当时天寒地冻，我们兄妹2个挖着比铁都要硬的冻土，差点把手都磨烂了，谁帮过我？后来我们吃不上饭，穿不上衣，各位可曾施舍过一口米面？如今看我出息了，便厚着脸皮过来要分一杯羹，口口声声要我帮忙做贡献。各位乡亲，这是真把我当成冤大头了。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还提他作甚？我们今天就只问你一句，这狩猎队你让不让我们进？对，你今天若是不肯答应，我们今天就不走了。那3个外乡人也休想继续住在双溪村，一会儿就把他们统统赶走。往后你李牧的日子也休想过得安生。活腻歪了是吧？老子看谁今天敢动一下试试！怕个甚？他们统共就3个人。老夫还真不信了，你们这2个毛头小子，今天还敢跟老夫动手不成？你竟敢对老夫放箭，反了，真是反了！论辈分，我可是你的叔公，就连里长对我都要客客气气的。你这混账，你是想被赶出双溪村？这段时间太过低调，让你们都忘了我以前是个什么脾气秉性。老东西，再敢胡言乱语，下一箭我可就不敢保证射在什么地方了。滚出去！木哥，您消消气，不同意便罢了，何至于动刀动枪的？我们这就走，这就走。哥，太险了！方才若是没唬住这群红了眼的恶狼，咱俩怕是连个全尸都留不下。这群人在我这儿碰了钉子，难保不会把邪火撒在旁人身上。阿虎，你在此死死守着，看着采薇。我现在去知会贾川一声，免得这群人私下去找他们的麻烦。放心吧，哥，家里有俺在。呸！李牧这小子外乡狗，简直六亲不认，真当这大龙山是他家后院了。就是，挣了2个臭钱就狂得没边了。他不带咱们进山，咱们就自己组队。老子就不信了，他李牧能打到的猎物，我们就打不到。四哥说的在理，咱们人多势众，进山把猎物都给他打光，到时候看他怎么跪着来求我们。对。俺听说山中豺狼众多，若是没有个经验老道的领路人，只怕会有凶险。山中狩猎哪有这般简单？柱子家的，你懂什么？李牧从前就是游手好闲的混子，他都能在山里混得风生水起，凭什么我们不行？那小子分明是怕我们知道山里猎物多，坏了他的好事，你懂个甚？男人说话，你个妇道人家插什么嘴？滚一边去！明日鸡叫3遍，村口集合，咱们非得打几头大家伙回来，让李牧那小子好好开开眼。哥，这批兔崽子俺喂得壮实的很，你只管进山，家里有俺，保证连根耗子毛都不丢。缸里那酒再过1、2日就能蒸了，别让人乱动。我带贾川他们进山，家里一切全交给你。放心吧，哥。哥，干粮都给你备好了。木哥，快看！
赵四哥，快看，李牧和那几个外乡人跟过来了，要不咱们跟他们搭个伙？放屁！老子宁可饿死，也不吃他李牧的剩饭。今天非得抢在李牧前，把山里的猎物全扫荡干净，让他空着手回去，才知道得罪咱们的下场。既然跟我进山，就得按我的规矩来。这把弓能射野兽，自然也能射不听话的蠢货。木哥儿放心，咱们兄弟绝不给您添乱。很好。另外记住最后一条规矩，在山里动起手来，但凡有机会，最后一箭必须留给我。木哥儿，俺们兄弟听指挥就是。不过这最后一箭非得留给您，是有啥讲究？规矩就是规矩，照做便是。把这紫叶草揉碎了，汁水涂满全身，这玩意儿能隔绝活人味儿。再往深处走就是野兽的地界，要是被风吹了气味，容易招来围攻。收拾好了就带上家伙，咱们去一线天。一线天，木哥，那地方可是野猪成群出没的死地，成年的大货皮糙肉厚，跑起来跟小铁桶一样，连狼群和熊瞎子都不敢轻易招惹。高风险才有高回报，一头野猪拉到城里，少说能卖10几两银子。猎完这一遭，咱们就能满载而归。温顺的羊鹿出肉太少，至今为止，我只爆出过黑铁宝箱。要想拿到比黑铁更高级的青铜白银宝箱，开启更厉害的系统奖励，就必须拿这种凶猛的野兽开刀。赵四哥，这地方咱们刚才是不是走过？周围怎么看都一模一样，咱们是不是迷路了？都转了半天了，连只野家雀都没瞅见。四哥，咱们该不会是遇上山里的鬼打墙了吧？闭上你们的乌鸦嘴！大白天哪来的鬼打墙？都给老子抓紧家伙，继续往前走！是狼群！是狼群啊！赵四哥，这可咋整啊？慌个甚！老子正愁找不着猎物，这畜生自己送上门来了。咱们10几个大老爷们儿，还怕几头畜生？等会儿他们敢露头，乱刀砍死剥了皮，拉到城里做褥子。捂住口鼻。野猪脚印，刚过去不久，看这深度，至少是个200斤的大家伙。一会儿寻到了畜生，别扎堆。贾川，你和小五正面挺长矛牵制，千万别让他冲起来。我绕到侧翼偷袭。木哥儿放心，只要那畜生敢发狂，老子一矛戳穿他。嘘，谨慎。拦住他！贾川，刺他！再来！获得青铜宝箱是否开启？否。提示：青铜级以上宝箱可暂存系统空间，保留期限3日。小五，伤得重吗？没事，俺骨头没断，就是背上刮了几道口子，不碍事。别逞强，坐下。木哥，俺太没用了，刚才那一矛要是俺没掉链子，早就把这拿下了。你别把俺赶出狩猎队，再给俺一次机会，下次俺绝对不犯蠢。放宽心，我不会赶你走。凡事都有第一次，刚才你被撞飞了，爬起来却没倒兵，反而敢跟命，这就已经是过关的汉子。晚上下山之后，打上来的肉多分你1成，受了伤就得拿回家好好补补。木哥，俺真不知道该说啥，多谢，谢谢你。我朋友不多，江湖算一个，希望有朝一日你也能成为让我放心托付后辈的兄弟。木哥，往后俺这条命就是您的。行了，过去帮忙吧，天黑前得把肉分好。都歇歇，过来吃点东西。
真不撒谎，这鸡肉香的能把舌头吞下去。3个月，俺都3个月没尝过肉味了。慢点吃，没人跟你们抢。留个人望风，可别让这肉香把山里的大虫招来。放心，俺瞧着呢，连只苍蝇也飞不进来。猪子！完了，太多了，根本杀不完。这鬼地方哪来这么多狼？赵四儿，你倒是拿个主意啊！要不是你非要跟李牧赌气走这条路，咱们至于这样吗？往树上撤，快上！哟，木哥今儿个又走运了，好大的野猪，这怕不得有200多斤。李家丫头可真有福气，顿顿吃肉，比咱们强多了。可不是嘛，谁让咱家男人没本事呢？人家木哥眼光高，可瞧不上咱们这些穷邻居。哎，说实话，这肉吃多了也腻得慌。刚进林子，这就自个儿往我面前栽。你们瞧瞧，我们几个都快累散架了。呸！给他3分颜色，还真开起染坊来了。就是，咱们家的男人也都进山了，满载而归，看他还怎么得意。等咱们也吃上肉，端着碗去李家门口转悠，好好杀杀他的威风。好家伙，刨出下水和皮毛，连皮带骨，足足260多斤重。按规矩，我拿155斤，剩下的你们3家平分。小五，这是先前答应单独多给你的那1成，拿着。谢谢木哥，谢谢木哥。木哥，明儿个一道进城不？俺们来得及，连口铁锅都没带，正好把这些肉卖了，换些锅碗瓢盆回来。往后就在双溪村长住了。成。明日鸡鸣时分，村口会合。天哪，哥，你们今儿打了这么大一头野猪，你太厉害了！这半扇猪咱不卖，留着熏腊肉。等入了冬，让你尝尝哥的手艺。完全发酵开了，口感正好。今晚有的忙了。哥，这就是你说的好酒，怎么跟清水一个样？有劲吗？这叫蒸馏酒，烈着呢，入口清甜，咽下如火，毫无杂味，比现在的浊酒强了100倍。明日进城就靠这手艺倒腾大钱了。什么时辰了？大龙山黑灯瞎火的，老头子他们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儿啊！六婶子，快别说这种丧气话。30多个大老爷们结伴进山，就是遇上斑斓猛虎也能应付，指不定是打着了大祸，在路上耽搁了。俺听说那些老猎户在山里过夜是常有的事儿。前些日子，李牧那小子不就在山里住了1宿？咱们稳住心态，千万别自己吓自己。回来了，准是猎队。俺都闻到一股冲天的血腥味了，这趟绝对是大收获。今晚高低得割块肉尝尝鲜。当家的，你的胳膊呢？天杀的呀！这以后可让咱们怎么活呀？迷路了，咱们在山里迷了路，又一头撞进了狼群，能活下命逃回来，已经是老祖宗烧了高香了。柱子呢？赵四儿，俺问你儿子柱子呢？儿子！开启。青铜宝箱已经开启，获得巡山狼犬层1，你可为其命名。竟然是一条巡山猎犬！从今往后，你就叫熊皮吧。握手，打滚，真棒！来，奖励你的。哥，路上当心，早点回家。
别怕，别怕，小薇，这就是条狗。狗？这头也太大了，那爪子快赶上俺的手大了。这分明像个小熊瞎子。昨天半夜这家伙不知道从哪儿溜进俺屋里的，俺瞧他蛮听话的，训了几句都乖乖照做。最近世道不太平，俺打算把他留家里看门，以后上山也能当个帮手。这狗毛发这么顺亮，定是有主的。咱们留下会不会有麻烦？若真有主，等人家找上门还回去就是。不信你看，他真不咬人。给大小姐打个滚儿，做个揖。我没骗你吧？我要进城了，你在家给我保护好他，要听话，知道吗？一共30斤，没错。可累死我了，赶紧结钱。范师傅，除了野猪肉，这次俺还带了自家酿的好酒，您尝尝，要是口感好，往后我给酒楼期供着。哎，这是好酒啊！范胖子，店规第3条是什么？当值期间严禁饮酒。你这身肥肉是不是又痒了？哼，范胖子，我姐夫不在，你胆子见长啊！舅爷，小的哪敢？是这位小哥送来一坛新酿的好酒，小的正要品鉴。这酒极烈，比顺府佳酿还要……品鉴个屁！你一个满身油烟的厨子，懂什么好酒？切！一个乡巴佬弄来的浑水浊酒，也敢往水仙楼送？赶快给老子扔出去！你说什么？范胖子，记清楚了，水仙楼的酒水向来只收许记老窖，往后这些来路不明的脏东西直接扔了，免得要死人。呸！狗仗人势的东西！范师傅，这位梅先生是什么来头？大掌柜的弟弟梅宗元，整天在城里惹事儿，全靠大掌柜护着。酒楼的酒水采购都是他一手争办，他和许记老窖的东家勾结，不知道吃了多少回扣。你们的酒要是进来，就是断他的财路。多谢范师傅告知。贾老哥，小五，咱们走。木哥，那这酒咱不卖了？卖，好酒自有识货人。爷，您看那乡巴佬在水仙楼对面摆了摊子，正叫卖呢。要不小的带几个人去把他的摊子砸了？不必。听说他跟二掌柜陈鹤松有些交情，事做的太绝，我姐夫脸上过不去。一个泥腿子能卖出去什么酒？晾着他，看谁会当这个冤大头。一坛酒要2两银子，抢钱呢！比城里最好的青梅烧还贵好几倍。一个乡下小子自酿的，疯了吧？这酒太香了！诸位平原县的父老，今日新酒开封，这第1碗免费奉送，不收1文钱。谁来尝尝第1口？世上哪有这般好事？等1碗酒下肚，他翻脸讹你整缸的酒钱，看你上哪儿说理去。上月城西王老号不就贪便宜喝了免费符水，结果被讹的裤衩都当了。现在乡下人穷疯了，讹诈又有何不敢？都说城里人见多识广，怎的连碗酒都不敢尝？莫非是怕1碗酒下肚醉态爆出，丢了城里人的体面？放屁！老子在这城里打铁20年，陈家老窖的青梅烧，老子一口气能灌1整坛。就你这清汤寡水，莫说是1碗，就算是10碗8碗，于我而言也不过是漱口罢了。我这酒叫3月春，取初春3味奇珍酿制，莫说1坛，你若能饮下3碗，便算你是海量。老子要是喝下去了，又当如何？壮士若能连饮3碗不倒，这酒钱分文不取，这1两银子也归你所有。哈哈哈哈！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好，看来老子今天白捡银子花。怎么样？好1碗烈酒，真够劲的。3月春是50度的高度白酒，这时代市面上的米酒、黄酒顶多几度，跟前世的啤酒差不多。
敢用喝米酒的法子一口闷半斤白酒，没当场吐出来已经算你胃硬了。请用第2碗。喝！别让人瞧扁了！还成吗？来啊！3碗喝完了，拿银子来。诸位父老乡亲，谁若对自己的酒量有自信，尽管来试一试，对赌依然有效。3碗不醉，当场拿走这1两银子。机会不多，先到先得。让开，让开！老朽品酒40载，倒要看看这是什么酒。这酒中竟有松针清气，还有一味老朽从未尝过的干烈浓香。初入口时如刀割喉，回味时却如神拳灌顶，一口下去经络通畅，浑身舒坦啊！连栾先生都夸这酒，给俺留1碗，俺也来试试。别鸡巴娘的动不动先来后到。诸位，酒已售罄。小哥，你明日还来不？来的话，俺先订3坛。抱歉，诸位，这酒乃是新酿，家中已无库存，10天之后我会再来。盯着俺买啥料，想偷师，没门儿。掌柜的，我要些酒曲、高粱、八角，还有陈皮。掌柜的，方才那人买的所有东西一模一样，给爷来上一份，快！刘大嫂，你们今儿个怎么有空过来？快坐。坐！老娘的男人断了胳膊，正躺在炕上等死，你让老娘坐？昨日34个大老爷们进山，只有33个回来。俺儿子柱子死在山里，连全尸都没留下，剩下的也残了3个。昨天半夜流血又死了1个。什么？柱子哥死了？还不都是被你哥害的？若是你哥前日同意带他们进山，他们怎会落得这个下场？我哥前日明明劝过村里人，山里凶险，莫要踏足。是你们的自己一意孤行，怎么能怪俺哥？住口！李牧跟村里人在山脚相遇，一道进的山，凭啥他毫发无损，满载而归？别人的就撞了狼群，怕不是他担心猎场被抢，故意把狼群引过去害人？这不可能，俺哥不是这种人。老天爷不公平！凭啥俺家进山死的死，残的残，你家就能顿顿吃肉住新房？凭啥俺家死了人，你家还活得好好的？李采薇，天杀的畜生，连你也想欺负老娘！放开！求求你们别打了，这事真的和俺哥没关系。贱皮子，还敢顶嘴！若不是你家整日拎着大鱼大肉在村里晃的，俺儿他们咋会动了进山的心思？罪魁祸首就是你们2个小畜生！老婆子俺死了，儿子啥也不怕了。今天就送你下去给俺儿作伴。别，刘婶别！住手！陈云姐，云丫头，这事儿跟你没关系，跑到这儿多管什么闲事儿？别自己找麻烦，滚开！否则老婆子俺连你一起什么？一起杀掉！你们可真威风！家中死了人，不进山去寻那群恶狼的踪迹，反而合伙过来欺负一个姑娘。要是真有本事为亲人复仇，大可以现在就提着刀进山，把这能耐使在那些畜生身上。你们敢吗？一群欺软怕硬的东西！俺已经让人去知会里长了，他很快就会带官差过来。你们若执意继续闹，俺乐意奉陪。俺受点伤无所谓，至于你们，若是蹲了大牢，家里的伤员没人管，死去的柱子哥无法入土，恐怕你们下了地府都无法瞑目。
懂个啥呀？俺儿才19岁呀！俺懂，但你的仇人在那大山里，不是在这儿。哥，酒卖的怎么样？都卖光了吗？好了好了，俺忙着呢，自己去一边玩去。今天这丫头做饭倒挺早，天还没黑就把新屋门窗关这么死，真怕雨水打进来。采薇，哥从城里给你带了桂花糕，还热乎着呢。着凉了，哥去请二拐叔来看看。不用了，不用这么麻烦，俺就是今儿个吹了风，有些头疼，躺在被窝里发发汗就好了。开门！俺都睡下了，有什么话明儿说不行吗？采薇，你也不想新屋子的门被我一脚踢坏吧？开门！这是怎么了？谁干的？什么谁干的？没谁。这到底是谁弄的？哎呀，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俺今天去溪边洗衣服，跟村东头的傻寡妇拌了几句嘴，拉扯了几下。他是个疯子，俺总不能跟他计较。哥，真是傻寡妇，你干啥去啊？你不说实话，我现在就去找林家大娘问个明白。是六婶他们，昨天村里的汉子进山遭了狼群，死伤了好多人。他们几家的婆娘今天冲到家里来找俺撕扯，还动了手。难怪一回来，熊皮就冲着俺狂吼不停，原来是被人欺负到家里来了。他们自己作死进了山，死了人凭啥拿你撒气？你为啥不早点告诉俺？算了吧哥，他们家里都遭了大难，咱家的日子刚安稳下来，俺不想因为这事儿让你再惹上麻烦。疼不疼？哥，当时六婶拿了剪刀，他们真的要杀了俺。此仇不报，我誓不为人。哥，都怪我。你干啥？起来！我不起来。哥，你骂我吧。今天我要是不去田里挖红薯，就在家待着，他们也不敢闯进来，采薇姐也不会受这么大的委屈。都怪我！我那破红薯什么时候挖不行，偏要今天去。我要是在家，他们敢进门，我非把他们……阿虎，你别这样，不怪你，他们是趁你不在偷偷来的，就是冲着俺来的。你快起来，地上凉。采薇姐，对不住，我没保护好你。男子汉大丈夫，跪天跪地跪父母，别动不动就跪。这事儿不怪你，他们是冲我李牧来的，就算你在家也拦不住他们铁了心要闹事。可是没有可是，人活一辈子，谁还没受过几回委屈？但这笔账不能就这么算了。阿虎，你在家里照顾好采薇，我出去一趟。哥，你去哪儿？我跟你一起去。你在家守着，我去就回。刘家婆娘，给我滚出来！你要干什么？今日去我家闹事的人里面有你一个，我妹子现在还躺在炕上，你说我这个当哥的要干什么？自然是来替她讨回公道。李牧，你别太过分了！瞧瞧，老娘这条腿都差点没被你家那条黑畜生给咬断。俺没找你要医药钱，已经是人善义尽，你还敢上门？你妹子伤的可没俺重。大齐律令，谋害他人性命者反杀无罪。你这伤是自找的，算不得赔罪。快来人啊！要出人命了！李牧要逼死人了！乡亲们快出来瞧瞧啊！俺家男人被狼咬成了残废，眼下又被这地痞恶棍欺负到家里来，这日子没法过了！老天爷没眼啊！牧哥，这事儿就这么算了吧？就是，他家男人都残废了，躺在床上起不来，一时心急也属正常。你若是在这种时候继续逼迫他，这一家子还能活吗？得饶人处且饶人啊！男子汉大丈夫，心胸要宽广一些，不要跟个娘们斤斤计较。这件事老夫做主了，反正也没造成什么严重后果，就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。哎呦，松手！你干什么？他家遭逢了不幸，便可以为所欲为，我便要因此而宽容。这是什么狗屁道理？你竟敢对老夫动手！我有何不敢？各位真是宅心仁厚，见我来讨说法，便纷纷站出来充当正义使者。但今日这帮混账闯到我家，羞辱欺凌我妹子时，可有一人站出来阻拦？你们究竟是同情刘家婆娘，还是看我们兄妹不顺眼，故意跟我作对？
那只是因为我们没碰上。若是碰上的话，自然不会袖手旁观。漂亮话谁都会说，算不得数。今日我意已决，此事绝不可能就这么罢休。我数3声，若是再不让开，后果自负。李牧，我们苦口婆心讲了半天道理，你都不肯听，别给脸不要脸！这群……你怎么随便动手打人？或许是因为这段时间我太好说话了，让你们都忘了我曾经是怎样的一个混蛋。老子可是双溪村最有名的恶棍，讲道理，我夹你的腿！刘家婆娘，别跑！这一巴掌为我妹子的额头，这一巴掌为你们砸碎的陶器。以后少来管老子的闲事，再有下次，咱们就换个玩法。竟然在六婶家门口停下了，他不会连这块入土的老婆婆也打吧？最毒的就是这老婆子，差点要了采薇的命。李牧居然放过六婶了，可能是看他孤寡一人刚死了儿子，实在有些不忍心了吧？这恶棍倒也还留着几分人性。娘，吃药了。云儿，别白费力气了，娘的病自己知道。再折腾也是白花钱。娘，您瞎说什么呢？二拐郎中都说了，您这身子骨没啥大碍，把药按时吃完就好了。这药又是上二拐那儿赊的吧？二拐郎中心地再好，人家也要开火吃饭，这药钱往后得怎么还啊？眼下朝廷又到了征收皇粮的时节，咱们2口人便要600斤稻米。我的好闺女，这担子压在你一个人身上太重了。唉，娘，俺不怕累，只要您好好的，俺啥活都能干。俺这个当娘的瞎了眼，这些年啥忙都没帮上，竟在炕上拖累你。这2天俺也想明白了，云儿，俺死吧。不，娘，俺能养活您。俺进山采药，俺去给地主家煮饭、洗衣服，俺在世上就您一个亲人了，俺不要您死。娘。李牧大哥，李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是牧哥，快进来，外面雨大，快进屋里暖和暖和。你的手没事。大娘，俺今儿过来是想找个帮手。俺最近组建了个狩猎队，后边还要忙着酿酒，家里大小事务全堆在采薇一个人头上，他实在是操持不过来。俺想请陈云妹子过去帮忙，1天管2顿饱饭，工钱按月结。李大哥，你的好意俺心领了，但你无需为了俺1个月工钱3000银子。俺瞧你们家今年的皇粮还没凑齐吧？这2两银子就当是俺预付给你的工钱。明日一早记得准时来俺家上工，今晚早些休息，俺家的活可沉重的很。帮主，王家在城里的所有铺子，今儿个已经全盘收过来了，地契、房契全在这儿，请您过目。这活办得还算利索，谢帮主夸奖。不过今日城中倒还出了桩稀罕事儿，有个乡下小子在街边支了个破摊卖酒，一坛顶多4、5斤，他竟敢卖出2两银子的天价。哦，2两银子一坛，这酒莫非是宫廷佳酿不成？这倒不是，听说那酒是他自己哥家世酿的，唤作3月春，喝过的人个个传得神乎其甚，说此酒口感浓烈异常，让人飘飘欲仙。就连城里那眼高于顶的栾先生品过之后都大赞美味，说此酒与城里的青烧相比，简直是云泥之别。云泥之别。今天下午，城里那些酒坊是不是已经有动静了？
瞒不过帮主，好几家大酒坊下午就派人摸清了那小子买的材料，正火急火燎的关门试着仿造呢。好，本帮主正愁找不到暴利的生计，这财神爷买卖就自个儿撞上门来了。这3月春的酿造秘方要是能落在本帮主手里，不出半年，整个平原县的酒水买卖就全得改姓秦。许家、陈家那些老焦，统统都得给老子关门大清。那卖酒的乡下小子究竟是个什么底细？查到了吗？具体姓名身家还不清楚，但听丁烧的兄弟们回报，那小子以往似乎给轩楼送过野味瘦肉，好像和轩烟楼的二掌柜陈鹤松还沾着点亲戚关系。不管他后面站着谁，传令下去，调动帮里所有暗桩情报，不顾一切代价，给老子把这个人的底细彻底查得清清楚楚。获得破旧的木质宝箱是否开启？否。木哥，开门红啊！这狗儿真是一条神犬，要不是它，咱们走上10遍也瞅不见这畜生的踪迹。这獾子虽没多少肉，但它的獾油在城里衣坊是高价收的稀罕货，药用价值极高。好狗儿，来尝块肉。嘿，这狗成精了，还瞧不起俺。他认主，旁人喂的东西一概不吃。拿上家伙，撤！快！太悬了！要不是熊蒙提前预警，咱们几个今天全得交代在虎口里。大龙山深处的畜生出来巡视领地了，此地不宜久留，下山。李牧兄弟，你有些不上道啊！我最近帮了你这么多忙，你有了发财的好事却不想着老哥，是不是有些不讲究？陈爷，您是指3月春的事儿？满城都在传你的私酒。水仙楼做酒肉买卖几10年，你小子倒好，宁可当街去摆摊叫卖，也不送来给我。现在楼里上下已经有好些人晓得你跟我的关系，你这番做法岂不是在打俺的脸？陈爷诧异，俺那私酒酿出来的第1天，便立马给您送了过来。本想跟水仙楼做长期供应的生意，但只可惜楼里有位爷看不上眼。前几日李牧兄弟确实带着酒来过，可当时梅宗元舅爷在这儿，他发了狠话警告小的不许说出去，小的也是实在没办法呀。成事不足的饭桶！李牧，你这回摊上大麻烦了。马帮的人前几日就已经来后厨探过你的底细，后厨有2个伙计嘴不严，把你卖了个干净。秦协户已经放出话来，要不顾代价将你那酿酒的方子收入囊中。要是当初梅宗元那蠢货没从中作梗，3月春早该入了水仙楼的账，马帮哪里还敢觊觎？以大掌柜在县里的人脉，只需1纸契约，即便是秦协户也得给3分保密。可现在马帮既然先一步放出了风声，水仙楼若是横插一脚，那就是坏了江湖规矩。即便是我，也绝不敢踩这条红线。我早就猜到会有人觊觎了。那接下来你咋打算？是认怂交出方子保平安，还是……我这人一身的毛病，唯独骨头还算硬。这酿酒的法子俺要是握不住，就算亲手把它毁了，也绝不可能拱手让人。凭你们这几个人，似乎差得太远了。马帮这些年在城里势大，产业遍布，但他们得罪的人应该也不少吧？聪明！秦歇虎是头猛虎不假，可这城里还蹲着一群恶狼呢。马帮这些年吃相太难看，商铺的掌柜、摆摊的小贩，还有其他几个帮派的头目，哪个不是表面恭敬，背地里把牙都快咬碎了？平日里没人敢去捋虎须，可要是有人愿意当第一个掀桌子的领导羊，这些人绝对乐意跟着往秦歇虎头上拍砖头。我倒是可以暗中帮你去跟那几家老狐狸过过话，但丑话我得说在前面，你要当这个掀桌子的出头鸟，就必须展现出真本事。那些老家伙个个精明得很，要是看你连马帮的第一波公职都扛不住，他们保准躲得比兔子还快，到时候谁也救不了你。秦歇虎既然在城里放出了风声，最迟今晚马帮就会动手，必须在他们进村前把小院死死扎紧。
哥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城里情况咋样？马帮已经摸清了俺们的底细，秦歇虎下了死命令，要不惜代价拿走3月春的酒坊。城里的帮派吃相太难看，真当俺们双溪村的人是面捏的。木哥，俺们兄弟在边疆杀过蛮子，连死都不怕。马帮想要强抢，得先问问俺们手里的家伙是答应不答应。对，大不了跟他们死磕。硬拼是下策，马帮人多势众，俺们统共只有5个人，但这里是俺们的地盘，今晚俺要让他们有来无回。阿虎，去把后院屯的所有强力捕兽夹全部搬出来。是，哥。动作都轻点，记住了，一旦交火，谁也不准擅自冲出院子，借着墙体和陷阱把他们死死钉在院里。明白。熊皮，去院外守着，只要有生人进村，立刻给俺发信号。动作快点，进去之后，男的全部剁碎，女的抓走，必须搜出酒坊。有陷阱！中计了，给老子冲进去，砸了大门！杀！好汉饶命，小的只是奉命行事，求求你别动刀。我只挑断你的手筋，留你一命。滚回去给秦歇虎带个口信，想要3月春的酿酒方子，让他秦歇虎自己提着脑袋来双溪村拿。帮主，精锐弟兄全没了。那李牧不仅使了连环陷阱，还把带头大哥的手筋当场挑断。一个乡下泥腿子，竟敢杀我马帮这么多弟兄！那李牧让小的带口信回来，说您想要方子，就自己提着脑袋去双溪村拿。传令下去，集结总堂所有弟兄，随老子出城，踏平双溪村，鸡犬不留。秦歇虎手下的蒙面死士，在双溪村被一个猎户全宰了。何止是宰了？那李牧精通兵法机关，两式硬功连珠电发，马帮连他的大门都没碰并，就全军覆没了。马帮这些年行事霸道，吃相太难看。秦歇虎要是这回栽了，他手里的10几家当铺和沿路，哥几个可就坐不住了。好机会，趁着秦歇虎打算带主力出城吃死这猎户，俺们在城里给他下绊子，绝不能让他分兵去拿方子。帮主，出不去了，全乱了。知道了。慌什么？西城帮堵了城门口，商会断了俺们的军粮采买，还有几家对家正带着人马围攻俺们的当铺和酒楼。只要总坛的主力一出城，这平原县城可就没俺们的立足之地了。回防，全军回防总堂，收缩防线。秦歇虎这次想不死都难。马帮危机暂时解除，城里的对家互相牵制，短时间内没人敢来掀盘子。趁着这个空档，必须让狩猎队彻底见血蜕变。大雪马上封山，再往深处走就是畜生冬眠绝粮的时候。这次你们进大龙山深处，多打些大货回来过冬，俺留在村里坐镇。木哥放心，俺们兄弟在边疆什么阵仗没见过，定不辱命。哥，等俺们的好消息。
出来瞧瞧，俺们按照你的吩咐，硬是没舍得放箭，费了3张大网，把大龙山深处这头罕见的金丝猞猁给活捉回来了。木哥，这畜生钻起来跟风似的，邪门的很。俺们围追堵截了半个山头，六子还被挠了一爪子，他用线马索把他生擒了。好，辛苦诸位兄弟了。获得青铜宝箱是否开启？开启。